无言。小姐，你这来来回回都走半个时辰了，要不你坐下来休息一会儿？我担心柳公子，我害怕我爹娘会为难他，我怕他又会像上次一样不辞而别，怎么办？我觉得夫人对柳公子的态度很不一样。怎么说呢？像是在极力的保护柳公子，所以呢，小姐不用太担心。也许夫人会劝说老祖宗和老爷成全你和柳公子呢。是吗？是吗？我也觉得我娘对柳公子态度不一样，我还以为是我的错觉呢。春琪，你也这样觉得吗？是啊。大小姐，我也觉得夫人对柳公子很不一样。看见柳公子被打，很是心疼，极力保护。怎么说呢？那种保护就像是在保护自己的孩子。是吗？是吗？你们也这样觉得吗？是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是柳公子，他在用他的方式让我安息。无言一定很担心，希望听到我的琴声，能给他一些安慰，让他知道，接下来的事，我将与他一起面对。老爷，哎，别叫我老爷，你是天儿的朋友，就叫伯父吧。哎，你背上的伤重不重？我给你带了些药。一点小伤，不碍事的，不敢劳烦老爷。我和无言的事，把府上闹成这样，真的很抱歉。所以，您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，我洗耳恭听。哎，你别太紧张。我呢，就是过来跟你聊聊天。你想啊，你到我们家这么久了，我们从来没有坐下来聊过天儿。今天啊，咱们就好好聊聊。
我也想啊，了解一下你的事情。你想问什么就问吧，我一定言无不尽。聊之前呢，咱们先上药。不用。好了，你就不要再推脱了啊！来，让我看看你背上的伤，也好安心。来，坐下。哎，把衣服解开。你后背上的柳叶形印记，应该是胎记吧，我也说不清楚。从我记事起就已经有了，可惜我不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谁。如果我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谁，我就可以问问他们，这是不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？你说你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是谁，那你为什么姓柳？柳风竹是你的艺名吗？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姓什么呀？我不知道我姓什么，我是寺院里的住持养大的，师傅都叫我了凡，后来住持师傅就圆寂了。那以后你在戏班跟着师傅学艺，这寺院里的法号就不能用了，师傅再给你取个新名字。刚才我看到你的后背有个柳叶形的疤痕，就姓柳。至于名字，就叫风竹，柳风竹怎么样？这竹啊，是花中4君子之一，以后你要做人中的君子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谢谢师傅，柳风竹一定好好学戏，好好做人。说起我这名字，倒跟后背这柳叶形的印记有关。记得那一年我刚到戏班的时候，班主问我姓什么叫什么，我说我没有名字，他见我后背这个印记，就给我取了个名字叫柳风竹。那你怎么会去戏班的？你不是说你从小是在寺院长大的吗？我小的时候是在寺院里长大的。住持师傅说，我是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，被家人放在了寺院门口。他说我的父母一定是遇到什么难事，不得已才会这么做的。那你为什么又离开寺院了？我5岁那年，住持师傅圆寂了。7岁的时候，寺院破落，寺庙里的师傅们纷纷离开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地方去，到处流浪。最后，我来到一个戏班子门口。你说你7岁的时候，寺庙破败了，那你今年不应该是25岁。其实我今年23岁，当时戏班班主见我生得十分清秀，有意要收留我，但他见我长得太小了，担心要养我很多年才能登台挣钱。为了能够留在戏班子，他问我多大的时候，我撒了个谎，我说我9岁了。我知道我出身卑微，配不上花家大小姐。孩子，你什么都别说了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什么？你说那个柳风竹是你们的儿子，是我的孙子？
怎么可能啊！你们以为我老糊涂了吗？拿这种谎话来哄我。爹娘，你们的意思是说，柳风竹是我的二弟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爹娘在说什么？柳公子怎么可能是爹娘的儿子？老祖宗，我知道这件事情很难让你马上相信。可当初郑坤抱走孩子的时候，我在他的背上烙上了柳叶簪的印记，以便以后有机缘再相见。老祖宗，您还记得这枚柳叶簪吗？这是世上独一无二的。昨晚柳风竹挨打的时候，我在他的背上看到了一模一样的印记。娘，我去见过柳风竹了，也确认了他背上的印记和这枚簪子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也问过他了，他从小待的寺院和我当初把他放在门口那家寺院就是同一家，而且他年龄也对得上，所以风竹他就是我跟新兰的儿子。那他后来怎么又去唱戏了呢？这下说来话长，这个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吃了太多苦，说到底啊，都是我这个做爹爹的过错。大小姐，我也觉得夫人对柳公子很不一样。看见柳公子被打，很是心疼，极力保护。怎么说呢？那种保护就像是在保护自己的孩子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还真是让秋琪说对了。我终于明白母亲为什么会如此的反常了。真是造化弄人！我再拼再争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人终究是争不过命。柳公子跟我竟然是亲兄妹。风竹，无言，无言，你还好吗？背上的伤好些没有？有没上过药啊？老夫人，还有你爹娘有没在为难你啊？你放心，我已经好多了。春琪已经帮我上过药了，我爹娘也没有为难我。我爹娘再也不会为难我们了。哦，对了，清晨的时候，老爷来找过我，问了一些事，说了一些奇怪的话，让我觉得很不安。难道说我们的事在你爹娘那里还有回转的余地吗？风竹，先不要想那些不开心的事，你来吹箫，我来弹琴，我们合奏一曲，可好？现在吗？行，只要你喜欢，我听你的。
之前之所以对你若即若离，真的是因为我们之间相差太悬殊了，因为我怕配不上你。你不要再说那么多了。现在，我就想静静地和你待在一起。风珠，记住我今天的样子，记住今天的合作，永远记住，好不好？无言，怎么你也怪怪的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无言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无言，公主，我有3个兄弟，我不需要再多一个，不能与你结为夫妻，我宁愿死去。无言。公主，下辈子我们再也不要做13多年的兄妹了。你在说什么傻话呀？无言，无言，无言！姑姑。柳公子姑姑，柳公子姑姑，柳公子，姑姑，你快救救他，快救救他！好，先把他放在床上。好。无言姑娘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流了这么多血？姑姑，我来不及跟您多解释，我求您赶紧看看无言的刀伤吧，您一定要救救他。好，小灵仙，快去准备药。是。我已经第一时间止住他的血，接下来就靠姑姑你了。好。无言，无言，我的孩子，他怎么样了？无言，无言，无言，我的孩子，他怎么样了？灵姑子姑姑正在给无言救治，不让任何人进去打扰。你别拦着我，我就看一眼，我进去看一眼。新兰，既然青姨不让大家进去，肯定有她的道理，咱们就听她的吧。娘，我们进去对无言一点帮助都没有，反而会影响治疗。你说这孩子怎么那么傻呢？又不是没有回旋的余地。他为什么要走绝路啊？无言为什么要做傻事？要问你们。我知道，你们不同意我和无言的事，可你们是他的父母，怎么可以为了拆散我们俩编出这种谎话，让他绝望致死？你们真是太过分了！我们对无言说什么谎了？因为昨天和今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他说这些事。无言用刀刺伤自己之后，对我说的最后的话是：“凤珠，我有3个兄弟，
我不想再多一个。来世，让我们不要再做失散多年的七兄妹。我想了又想，一定是你们为了阻止我们俩在一起，骗他说我们是兄妹。这无言真是太傻了。我柳风竹如果有你们这样的父母，我怎么会去唱戏？今天又何至于此？原来无言听到了我们的谈话。风竹，你先冷静。爹娘并没有说谎，你是我们花家的儿子，是我的亲弟弟。静怡，无言他怎么样了？妹妹，我相信你的医术，你一定能救无言的，是吧？好险啊！这刀的位置再偏一点就刺中心脏了。现在已经为他止血了，也上了药，伤口都包扎好了。还好风竹第一时间给他上了止血药，要不然等我来抢救，恐怕血都流干了。这么说，无言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？能做的都为他做了，无言能不能好起来，就看他的造化了。问题是，看他自己愿不愿意帮助自己。妹妹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姑姑，我刚才喂无言姐姐吃止痛药，根本喂不进去，怎么办呀？想让无言好起来，他现在需要大量的药物来帮助他的伤口愈合。可是现在什么都喂不进去呀，因为他不肯主动的吞咽。怎么会这样？妹妹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女儿！我也想让无言早点好起来，可是他没有求生的欲望，大概是觉得生无可恋。如果他自己都没有求生的欲望，大夫就是有仙丹妙药，也是无能为力呀。无言，无言，无言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我求求你吃药好不好？你只有帮自己，姑姑才能帮你呀。是啊，无言，你怎么可以失去活下去的希望呢？你这样，爹娘有多心疼，风竹有多心疼。快听哥的话，把药喝了，你就会好起来的。无言现在昏迷不醒，灵姑子姑姑正在医治，我们还是在这里等吧。这个柳风竹真的是我们花家的孩子吗？那是不是无言醒过来之后也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啊？爹娘说他是我们的兄弟，应该没错。妹妹也太可怜了。小姐，祈福的福袋已经挂好了，那我们进去祈福吧。走。无言，娘知道你能听见我说话，你别太绝望。只要你肯吃药，能活下来，
你是可以和风烛在一起的。无言，你听见娘说话了吗？啊！我可以把真相都告诉你，你是可以和风烛幸福的在一起的。我和老爷也一定会成全你们，你们的婚事会得到你爹、娘，还有老祖宗以及全家人对你们的支持和祝福的。无言，无言，娘没有骗你，我可以以花家的名誉和自己的性命起誓，你和风烛是可以在一起的。无言，姑姑，无言这是怎么了？你们不用太担心，我在他的药里面加了一些止痛安眠的药材，想让他多睡一会儿。姐姐，不管你想对无言说什么，现在他都太虚弱了，还是让他多休息，对他的伤口恢复有利。谢谢妹妹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只要无言肯吃药，他的伤口会慢慢好起来，但是他心里的伤痛还需要你们给他更多的安慰与呵护。那就先让无言休息。风烛，你出来一下，娘，我有话对你说。烛儿，你现在应该相信了吧？我们就是你的亲生父母。如果我是你们的儿子，你们当初为什么要抛下我？现在跟我说这些，未免也太残忍了吧？如果你们说的是真的，那等一会儿无言醒了，你们该怎么办？你们该怎么跟他说？爹，娘，为什么这件事情你没有叫大哥，还有三弟过来听，唯独叫了我？新兰、风烛，你们都坐下来。无限、风烛，因为这件事跟你们两个的身世有关，所以你们都要听仔细了。20多年前，萧将军被司马光宗陷害，满门抄斩。当时呢，萧夫人生下一个儿子，我和谢将军想尽一切办法，把这个孩子给救了出来。风烛，当时你娘也正好生下你，为了保萧氏以后，我跟你娘就狠心地把你送走了，而我们就把萧将军的儿子当作自己的儿子，让他在华府平安地长大。爹，你说的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难道说……现在司马光宗陷害萧家的证据我已经搜集得差不多了，萧家翻案的日子也不远了。到时候萧家的子女要认祖归宗。无邪，你就是当初萧夫人生下的那个孩子。
你们当初送走自己的孩子，都是为了保全我。然后让我顶替风烛的位置，让他一个人流落在外。无心，你不要多想。当初你跟风烛都是婴儿，是我跟你娘替你们做的决定。是呀，珠儿，要怪就怪爹娘吧，是我们狠心，我们对不起你。我不怪你们。20多年过去了，我和吴谢都活得好好的，而且还很健康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只是无言该怎么办呢？老爷、夫人，春琪求见。老爷、夫人、二少爷、柳公子，大小姐醒了，说要见你们。无言姑娘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姑姑，我娘呢？她不会再骗我吧？你别着急啊，已经去请夫人和柳公子了。无言，夫人，无言，你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无言，伤口还疼不疼？我没事了。母亲，你答应我的事。娘答应你的事不会骗你的，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。小莲仙，去拿药。只是，这故事很长，你有体力听吗？我现在呢，给无言姑娘吃一些止痛强心的药，然后你就告诉她吧。她心里一直惦记这事儿，对她伤口的恢复也不利。我来吧。无言，无言，你现在身体不好，娘就长话短说。萧家和花家是世交，你是知道的。你爹和萧将军是结拜兄弟。20多年前，萧将军外出征战，曾经救过一个女子，后来把她收为侍妾。还没等把她接到萧府，萧家就出事了，被奸臣所害，满门抄斩。后来，你爹就悄悄地把那个侍妾接到花府，对花府上下声称是你爹纳的妾。当年那个侍妾已经怀了萧将军的骨肉。夫人，用力啊，用力啊！妹妹，你要坚持住，千万别昏过去。来，含一片参片，提提神。
你要坚持住，再用力点儿。夫人，做个决定吧，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？再这么耽搁下去，就是一尸两命啊！什么保大人保孩子？我要他们两个都好好的。你要尽你的全力保他们母子平安。婆婆，我求求你，保孩子，一定要保孩子。我死了没有关系，我一定要给我们家老爷留下血脉。孩子生下来以后，就托付给你华尚书。我下去陪我们家老爷。你别这样说，你还那么年轻，你和孩子都会好好的。孩子生下来以后需要亲娘，你要坚强一点，你再坚强一点啊！你和华尚书都是大仁大义的好人，把孩子托付给你们，我放心。夫人用力，用力啊！用力！夫人伤了，伤了！你看，你娘拼尽了全力，把你生下来以后，她就去世了。她很爱你，也很爱你爹。她拼尽生命的最后一丝力量，也要为萧家留下血脉。所以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，这样才能对得起你爹娘的在天之灵啊，无言。你和风竹不是亲兄妹，所以你们两个可以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我和你爹也会成全你们，你亲生爹娘的在天之灵也会保佑你的。你一定要好起来。娘，娘。无言，你别那么激动，这会牵动伤口的。无言，你怎么了？无言他怎么了？啊？林姑子姑姑给无言的药里加了安眠的成分，他应该是睡着了。想来，林姑子姑姑已经料到无言听了您的话之后会情绪激动，担心他情绪失控影响伤口，所以他提前做了准备。娘，你不用担心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娘。你叫我娘了？你不怪我和你爹为了救别人家的孩子而抛弃你吗？爹娘的选择可谓大仁大义，儿子佩服。儿子，你再叫一声娘。娘，孩子。心绪很不平静吧？今天我就做一个好听众，你有什么心事都可以和我说。我心里确实有很多感慨。我从小在华家无忧无虑的长大，受尽疼爱。可华家另外一个孩子，却因为我漂泊在外，受尽苦难。我一想到这些，我心里就难受。无谢，你别难过，你换一个乐观的方式去想。其实这件事情也没那么糟啊。花家大仁大义，老天爷还是庇佑花家的。再说柳公子，最终还是回到了花家，认祖归宗。他跟无言的婚事也没有阻碍了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
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反正就是我心里五味俱全，感觉很复杂。对华家的感恩，对柳风竹的愧疚，对我们萧家的冤案，愤愤不平和惋惜。你的感觉我都懂，这一切来得太突然，你需要时间去接受。但是不管如何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。华家对我和妹妹有栽赃之恩，我欠了华家这么大的恩情，我该怎么去报答他们？其实花夫人和花老爷并没有想要你们报答，他们只想要看着你和无言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的生活下去，就足够了。聚散心平间，离别缱绻，莫测姻缘间。余音天地远，此去经年，可曾记到那最初？